我那几个舅下礼拜要手拉手上南方猫东西了，完了临走上我家吃顿饭，我寻做点他们平常在家不咋吃的，拿前账的酱炖了个大牛排。我姐也来了，我给做了碗胡辣汤。她一进厨房就感慨说：“哎呀，满屋子的烟火气呀！”你等我哥来的时候，憋半天蹦出一个屁来，说：“哎呀，这油烟味有点大呀。”完了，给我姐做了一个4倍快乐的芝士蛋糕，还蒸了一锅奶黄包，这真是实在亲戚的。你瞅这黄让我塞的，然后烤了2个东北版的山姆牛肉卷。我跟我姐有一次，我俩吃原版的，吃仨没吃饱。我说今天干脆在家烤个大点的吧，吃着过瘾。完做了一锅羊血火锅，这一周盖我大舅拿手机补一下过来了，他说先练练拍照水平，等开春回来跟几个老哥们探探店。哎，你说这人踏踏实实一辈子了，临了不学好，你说。完我二舅愿意吃辣，我这个卤点鸭货，还炒了一个爆辣的鸡胗和一个更爆辣的酱炒鸭。这个世界可能所有孩子都是含着金钥匙、银钥匙或者塑料钥匙出生的，唯独我二舅是个例外。我感觉他出生的时候含了一管辣根。真的，我在这炒辣鸡，我二舅就说不正宗，这顿给我放辣椒啊！我到后来一度恍惚了，我说正宗辣子鸡是不是不应该放鸡呀？不参加了奶包、四肢糕、卤货、辣胗、广牛、辣鸭、蟹锅、辣鸡、东牛卷、糊汤。行了，那赶紧吃饭了。我姐饿都拉脸了，说这一会儿瘦好几斤。但是她被我的四肢糕彻底折服了。她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极致的快乐了。我说那你上一次这么快乐吃的啥呀？她说那天没吃饭，那天给前男友踹了。我最近特别怀念小时候吃的那种香辣小鱼干，但是市面上卖的这么多年，基本上口感和味道也没什么变化，多少有点吃腻了。所以我买了500斤满籽的多春鱼，我打算用麻辣小鱼干的做法，把这玩意儿做成可以空口吃的小零食。这鱼肚子里全是籽，想想做完就特别好吃，但就是收起来有点麻烦。每条鱼都需要处理干净它的鳃和内脏，而且没有任何工具，只能徒手干。然后要命的是还不能手抖，要是但凡给这苦胆掏破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主要我们试了一下，要是这苦胆没掏干净就开始做的话，那这鱼做出来恐怕是要比我们的命还苦啊。这些鱼我们一共收拾了2天，为了吃的时候口感好，我们把鱼尾和鱼鳍也都剪掉了。但是因为它不能开膛，里边其实还是有好多黑膜是没处理到的，所以在去掉内脏之后，我们还需要给它反复头洗，然后再充分的抓拌腌制。这么处理完的鱼基本就没什么腥味了，就甚至晚上我想拿2条去喂猫，我家猫都嫌那鱼没味儿啊！妈，这活干的可真是绝了。然后这些鱼我原本是打算先风干再卤制，但风干的实在太慢了，我就决定都用油炸了。炸完真的巨好吃，尤其是趁热蘸点椒盐，那吃着可真是太香了。关键是还不用吐刺儿，我们这一天连吃带送给邻居，整整干没了1满盆。当时一度给我吃的特别上头，真的要不是家里冰箱没地方呀，我都想连夜再去买500斤，重新开始收拾了。最后把炸好的鱼放到我们提前熬好的卤汤里，充分浸泡就可以了。它现在是先麻后辣，还微微带点甜，而且因为猛火炸过，鱼头是酥脆的，鱼肉也特别紧实。最要命的是这个鱼籽真的特别入味，而且越嚼越香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小鱼干在家吃总觉得差了点感觉，所以在我苦心思索之后，我们就近买了一般最慢的绿铁皮，然后还带上了10几罐小皮皮。我仨就这么小溜的干游了一整天，这回感觉就全对了。我甚至觉得这鱼干拿到火车上吃跟在家吃的完全是2种食物，这事儿谁懂啊，家人们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牛板筋，但是在超市那一小包就卖20-30，完了没多少肉，所以我买了300斤生板筋。我打算在家做点实惠状的，这样以后每次吃着能过瘾一点。然后为了快点把这些玩意儿都炖熟，我们把家里所有高压锅都用上了。但是这么多锅一起用实在太热了，那屋里都烧到50度了，给我热的直中暑。真的，就后来煮完所有东西到能开门的那一刻呀，我都感觉我上天堂了。不过炖板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没按着什么累，但后来切板筋真是要了命了。因为牛板筋这东西要想切大片，就只能斜着切，那斜着切东西本来就使不上劲儿，完了这玩意儿呲溜滑的，那切不了几根手就开始抽抽了。然后我们就寻思不行就撕丝儿吧，没想到撕丝儿更痛苦，因为这玩意儿太硬了，我们很难给它开开缝，就只能靠2个手指头捏着给它撕开。后来都给我干崩溃了，以至于我们切完所有板筋之后，我脑里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
我又捡条命啊！我们还调了一个巨好吃的拌料，这料是我们尝了市面上 N 多种牛板筋之后才总结出来的配方。因为以我多年吃牛板筋的经验来说，吃板筋其实就是嚼料香，尤其是这回从头做了一次，我算彻底明白了，就牛板筋这个东西，它本身就没有什么肉香。这样说不考虑料，光啧吧牛板筋的话，那跟嚼个老真皮嗑药蛋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后拌的时候，为了能吃得更香，我又放了好多料和芝麻。这板筋拌完之后都好吃麻了，它现在是香辣里边还带点甜味和蒜香味，而且越嚼越有滋味。尤其是这种大片的，这肉嘟嘟的吃的实在太过瘾了。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当零食吃啊，要是再放点香菜和洋葱丝儿，它还能做成一盘直接上桌的凉菜。不过这玩意儿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塞牙了。我是发现了牛板筋这东西它特别认家，就是不管我是怎么吃进去的，它到最后一定能在我嘴里找到一处属于他自己的牙缝。我同学的媳妇儿还有1个多月就生了，现在啥也不惦记，就馋肘子烩饭。这大雪豪天呢，我们也没客气，直接拎锅上他家炖来了，给他做了整整一大盆。这吃完踏实了，就感觉生孩子都有劲儿了。然后还约了一下，他生完的第43天，我带锅再来一趟。反正这会儿吃啥也不忌口了，就是啥过瘾吃啥，不用控糖了，就给他做了个椰冻，然后馋辣做了一锅辣酱汤。我们同学的爸晾的干辣椒让我使一半，用东北大铁锅炖的西北大盘鸡，完了给他家的花椒麻椒也清了，来了一盘子干锅牛蛙。我伺候过这么多人，现在都摸出规律了，就是最后过把瘾这个月10个里边都有9个是馋辣，与众不同的那个他馋的是螺蛳粉。就我们同学点的烤排骨，说馋好几个月了，这排骨烤好了，他也溜达奶酪棒。不说小孩愿意吃吗？我先体验他媳妇儿体会一下，这是我头一次做，我发现这玩意儿真好吃。我跟我们同学在这你一块我一块，尝给尝没了，就直到我走，他媳妇都不知道我今天做过奶酪棒。来吧，锵锵了，蒸多、粥饭、干蛙、辣汤、烤骨、椰冻、嘎虾、大鸡、碧龙。这烤排骨小白女吃可高兴了，蹭一脸油还笑着说香香。完吃完饭保洁上岗了，我们属于是买做擦一条龙服务。我今天认真琢磨了一下这个事儿，就是如果我开不了饭店，我就打算给我们仨挂车了。这个商品名就叫流动的3狗黑伙夫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，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，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，今天怒买50斤，一次在家多做点。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，先得把肉切了，绞肉馅，那瘦肉可以随便绞，但肥肉还得绞成泥。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。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，做了2个味儿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。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，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。你信我话，买现成的吃就行。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，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，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。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，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。这里没有技巧，全是体力。刘大脑的脸憋通红，怒嚼50分钟，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。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，说不回就骂娘。这小狗嘚没吃着，找个代驾回去了。完我们就开始灌肠、扎眼、系线。这肠因为都是肉末，所以灌的就很通畅，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，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。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-4个小时，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，家里所有锅都用了，还煮了3番，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，只能码1层，多了不行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，还得盯着炸气泡，跟打地鼠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，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。这些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，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，晾的越干烤的越脆。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，擦不就给塑封了。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，1点多不睡最伤肾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，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。后来我一算，得做了400根肠，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会儿都2点了，我有个哥们看着这个给我来个电话。他说哥们儿，你要遇着啥难事你就说，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。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，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，可别扯那没用的了。